没有绿。这个石头里面有翡翠，这个拿上。幸好这姓徐的虽然厉害，但不聪明。这黑灯瞎火，能挑走什么好石头？索性我也赔不太多。刘二手这解石场已摸过来一个遍了，有好翡翠的石头都被我挑出来了，剩下的全都是烂石头，留给他呀，慢慢赔钱去吧。就这些吧。来，嫂子，我们走。总算是将这个煞星送走了，好在保住了一条命。哎，下班了，走了。薛浩，把原石全搬到库房里，搬不完不准下班。该死的刘二手，天天让我加班搬石头。我这么努力干活，还过得这么辛苦，老天爷，你对我不公平啊！小好妈，我是被雷劈死了吗？我这右手上怎么有雷？啊，这是翡翠，我的手能感知到石头的内部。居然力气大到能捏碎石头，这是冰种翡翠，至少500万以上。老天爷，我这雷霆之手的力量，是你对我的补偿吗？我的右手力大无穷，还能透视，这发财致富不在话下。刘二手，我告诉你，我小叔子徐浩马上就要回来了。你小叔子恐怕要在厂里搬一夜石头了。蓝菲菲，只要今天你陪我一夜，保管他工作顺利。你别过来！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嫂子，我回来了，有好消息告诉你，欺负我嫂子！刘二嫂，你给我滚！小浩，他们就是一群流氓，你赶紧走啊！别怕，嫂子，有我在。薛浩，石头你搬完了吗？谁让你下班的？给我上！让你尝尝雷霆之手的厉害！钢管都能用手捏弯！你别过来！薛浩，你想干什么？杀人可是犯法的！你们这些混蛋，还知道犯法！薛爷，你神通广大，我们知道错了，饶了我吧！小浩，为了这种人犯法，不值当的。嫂子说的对，但也不能轻饶了他们。正好我的雷霆之手可以透视石头。哼，刘二手矿场上的翡翠原石都是我的了。刘二手，要我饶了你也可以，但你解石上的石头必须任我挑选，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薛爷，听您的，都听您的。没有绿，这个石头里面有翡翠，这个拿上。幸好这姓徐的虽然厉害，但不聪明。这黑灯瞎火的，能挑走什么好石头？索性我也赔不太多。刘二手这解石场已摸过来一个遍了，有好翡翠的石头都被我挑出来了，剩下的全都是烂石头，留给他呀，慢慢赔钱去吧。就这些吧。来，嫂子，我们走。总算是将这个煞星送走了，好在保住了一条命。小浩，咱们现在去哪？哦，嫂子，咱们先找个酒店住下，等明天把这玉石卖了，再换一个新住处。小浩，起床了。没想到一转眼，小浩已经长这么大了。雷霆之手不是做梦。嫂子，我起来了。对，今天还要去卖石头。小哥，你们老板在吗？我有宝贝要卖。宝贝？哼，什么玩意儿？这
这不会是你从粪坑里扒出来的粪石吧？随便捡2块石头就敢称宝贝，滚蛋！你胡说什么？这都是小号精心细选挑出来的原石。哼！你大胆！啊！谁允许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快点给我捡起来！先生、女士，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贵姓，这些原石您打算怎么卖？我姓徐，咱们这里能捡石吗？我直接卖翡翠。徐先生，您确定吗？看您这些原石的品相，我可以以10万元1块原石的价格直接购买。可如果您要解石的话，开不出来翡翠，您可就全亏了。这可是完整的一块冰种阳绿翡翠，开出来至少价值700万以上。不用，直接切吧。哎，徐先生既高人胆大，那就开始解石吧。标准的冰种阳绿。姐，我请来了宁大师帮你鉴宝。若是石头里面全是翡翠，起码值1000万。徐先生，你眼力也太好了吧！哼，露出了点翡翠皮而已，另一边切开也是翡翠才值钱。徐先生，要是继续解石的话，风险会很大。你要是有意，我现在以200万的价格收购。小浩，200万而已，还是继续切吧。哼，还真是装腔作势，到时候砸手里了，可别哭啊！小浩，这真的是一块完整的冰种阳绿翡翠啊！你也太厉害了吧！徐先生，你眼力也太好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看得这么准呢？您做不到，并不代表不可能啊。拿来我们的翡翠，这是小浩的。难道他真的是鉴宝大师？可他如此年轻，这不可能啊！徐先生，我店里愿意出1100万的价格收购这块冰种阳绿翡翠，不知道您愿意吗？别着急嘛，这里还有石头，先继续开。这一个一个切太麻烦了，一次性全切了吧。竟然全出力了！徐大师，您的这些原石全都开出来翡翠了，冰种、糯种、豆种全都有。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大概有7000多万。您看，我挑出10块原石，能开出3块翡翠，便自认大师。可这个人连续开出那么多块，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小浩，你也太厉害了！徐大师，您这些翡翠，我愿意溢价3000万，以1个亿的价格收购，只求您能救我一命。我救你一命。是这样的，徐大师，明天安城有一场我关家和周家的原石赌斗会，我希望您能以我关师师、赌石师的身份出席。关家、周家，你说的就是玉石界排名前2的2个家族？你是关家小姐？是的，按照我父亲与周家的约定，如果赢了，我们就能得到他们的一片原石场；但是输了，我就得嫁给周家公子。那周家公子周帆风流成性，最爱没事找事儿，简直就是个火坑。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嫁给他。求徐大师出手，只要您愿意帮忙，我愿意支付3000万的报酬。求徐大师出手，只要您愿意帮忙，我愿意支付3000万的报酬。凭我雷霆之手的透视能力，这点小事儿算是举手之劳，便能赚3000万，可以去。也罢，那我就帮你这次。对了，关姐，那个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请了港岛的鉴石大师宁大师。哦，在徐大师这样的人物面前，我怎么敢称呼大师呢？绝不敢争，我愿意做徐大师的随从。小浩，关家和周家可是安城排名第1和第2的大家族，明天的原石赌斗会，你有把握吗？放心吧，嫂子，相信我。你还记得之前你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吗？我靠着古董店赚钱养你，但是当初店里急需一笔钱渡过难关，古董全卖了也不够，我只能去借高利贷。来，嫂子，我今天就帮你把店重新开起来。小浩，买古董多贵啊，要不算了吧。嫂子，只要能帮你把古董店重新开起来，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元代青花小瓷瓶，价值80万。果然如此，我的雷霆之手不仅能透视御敌，
还有鉴定古董价值的功能。老板，这个瓷瓶多少钱？哈哈，小兄弟，好眼力！这可是唐代的青花瓷，一口价50万。老板，你这心可够大的呀！这价值50万的唐代青花瓷，就这么摆在摊上了？不会外行了，给个实在价。小兄弟，我这实实在在的可是唐代的青花瓷，你看这色泽呀、颗粒度啊，还有500，卖不卖？500，卖。小兄弟，今天你可捡大漏了！我这可是价值50万的唐代青花瓷，看你顺眼，500块钱才卖你的。老大，这瓶子你先拿着。小兄弟慢慢挑，我这摊上宝贝可多着呢。看来这摊上就这一件宝贝，500块买到价值80万的元青花，已经赚了不少了。行了，就这一件吧。10块钱的批发货，转手卖了500块，今天可赚大了。小浩，没想到你还会鉴定古董啊！这个瓷瓶是宝贝吗？哼，嫂子，悄悄告诉你，这个小瓶子是元代小青花，价值80万。80万！走，咱们去古董店鉴定一下，这瓶子值不值80万？唐掌柜啊，既然鉴定不出来问题，那我这价值5000万元的元朝皇室大青花瓷盘，你顾有居就必须收下。哎呀，周少，我真做不了主啊！这老头，难道你要不给我们周少面子，得罪了周少，看你怎么跟你们老板交代？哎，周少架势是摆明了拿假货要吃我，可能镇住他的洪老不在，我又鉴定不出来这假货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哎，周少，我去招待一下客人。哎，唐朝玲珑玉佩价值788万，明朝玉雕赤龙佩价值260万，春秋寿面纹玉佩价值960万。这家店可以啊，都是真品，物有所值。两位要买点什么？小浩，这家古董店太贵了，咱们还是在外面买吧。没事。两位要买点什么？这个都给我包起来。哎，好。这个也要。哎，好嘞。大哥，这小子看起来挺有钱的呀，姓唐的软硬不吃不好搞，要不咱弄他试试？哇！我这价值5000万元的元朝皇室大青花瓷盘呐！小子，你弄坏我们周少的价值5000万的古董，赶快赔钱！你们胡说什么？我们根本都没有碰到这盘子，你们这是在污蔑！哟，这儿还有个小美女呢，美女，要不然你陪我们周少一晚，我们周少高兴了，没准儿能让你们少赔点呢。你别过来！嫂子别怕，有我在，赶紧给我嫂子道歉！小子，你以为你谁呢？老子可是玉石界排行前2的周家周大少的人，你让我跟你道歉？我说，给他道歉！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嫂子，松手，我道歉。小子，你找死！大哥，这小子好强，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你要干什么？周少，就带着这么2个废物玩意儿，你也敢出来学人诈骗？什么诈骗啊？你撞坏了我价值5000万元的元朝皇室大青花瓷盘，今天要是不赔，你就走不出这门。现代多旧青花瓷盘价值300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瓷盘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实话，这都是假的，不值什么钱，不用赔，还不快滚！小子，你给老子等着啊！这个周凡又来搅事儿，没有他得逞吧？多亏了这位先生，逼着周凡承认这地上打碎的瓷盘是假的，还把他赶走了。哎，这个怎么像真的呀？注意看这个裂口的彩釉，这个彩釉是现代的工艺，元朝做不到这么薄。对，是这样。而且这瓷盘上的色彩掠艳，也不是元朝风格。真不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了。
小兄弟，你这鉴宝技术恐怕已经超过我，不知道小兄弟怎么称呼啊？我叫徐浩，是来买古董的。小兄弟，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在这店里买的所有古董，全部给你打8折。好啊，张口就打8折，这可是上百万，这老头不简单。不管了，有今天买的这几件古董，帮嫂子重新把她的珍宝阁开起来，已经绰绰有余了。嫂子，我来帮你。好。小浩，你今天为了帮我开店，又是采买古董，又是挑选店面，花了整整1000多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别这么说啊，我赚那么多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小浩，嫂子，这么晚了，咱们先休息，明天还要帮关小姐参加玉石赌斗会呢。嫂子，这关家和周家可真有钱，这么小小的一个赌斗会，居然整得这么豪华。这不是昨天顾有居古董店的小子，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有人邀请我来了。不可能，今天是周家和关家的私人赌斗会，你一个外人怎么会？等等，是关家邀请你来的。徐大师，多谢你愿意过来代表我关家参加这赌石大会。小子，你给我等着！我宣布关家和周家的原石赌斗会开始。本次赌斗会分3轮，3局2胜。下面进行第1轮的赌斗。徐大师，这一轮两方可各自选择原石，切出翡翠价值最高者获胜。徐大师，这次您可一定要赢，我的幸福就全在你手里了。事后我一定会重金酬谢。放心。这关家的领头鉴宝师看着怎么这么年轻？这能不能行？关兄，你女儿找来鉴石师，怎么这么年轻？是不是故意想输给我儿子，好嫁给我儿子？是不是？周少，老爷吩咐，等一下选最右边的石头。这居然是块高冰种艳阳绿，起码价值2000万以上，恐怕比桌上其他原石加起来价值都高。徐大师，这种石灰皮的石头通常都是废料，基本上不可能开出翡翠的。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个虽然也不错，但完全没有刚才挑的那个好。这块是我的。我先看到的，我爸安排好的料子，怎么能便宜了你？行，就给你了，反正我有刚才那一块，就足够碾压你了。这是我周家选择开的3块原石，我看周家公子选的这3块原石就不赖，应该能开出一块翡翠。哎呀，可惜了，空的。哎，赌石不就是这样，运气成分占大头。又是空的，周家运气不行啊！这最后一块可是我爸安排好的，只要开了这块，我就赢定了。出绿了！居然是一块糯种阳绿翡翠。这块翡翠至少值800万，这下周家是赢定了。周家的运气怎么会那么好？居然开出了一块极品的糯种阳绿翡翠。坏了，看来这局要输了。怎么样？要不要提前认输啊？关诗诗，今晚直接洞房花烛怎么样？慌什么？我这石头还没开呢。解石。居然第1块原石就出绿了，但是看这成色也就是个细糯种，平时是不错，但这最多值80万，但也赢不了周家价值800万的纯糯种阳绿啊。这关家的运气今天看来还不错呀，又是一块中档的细糯种啊，市面上价值100万，但可惜啊，就算再来一块，加起来也抵不过周家的价值800万的纯糯种阳绿啊。关兄，你女儿找的这个鉴石师确实有几分本事，居然能连续开出2次翡翠。不过，哎呦，可惜了，可惜了。这次周家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居然能开出一块价值800万的纯糯种阳绿翡翠。连续开出2块翡翠，徐大师已经很强了，是周家的运气太好了呀。小浩，你别灰心，后边还有2局赌斗，我们再赢回来。他的运气再好，也赢不了我。哎，看这通透的材质，这难道是极品的高
高品种验率啊，仅次于帝王绿的高品种验率。天哪，这一块市面价值至少2000万呢！哎呀，没想到能在赌斗会上看到这样的极品啊！高品种验率，这怎么可能？抱歉，周少，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只是侥幸赢了一局，这才是第一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宣布第一轮赌斗，官家胜。太好了，小浩，第一局我们就赢了。前面是我白担心了呀，徐大师看来早已经胜券在握。第一局你就赢了，太厉害了！这官家不愧是玉石第一家族，这请来的剑识师都这么深不可测啊！老二就是老二啊，看来这周家想赢官家还差点火候啊！你俩胡说什么？赌斗是3局2胜，周家还没有输呢。老周怎么那么大火呢？说的是啊，周家还没输呢。下面开始进行第2轮赌斗，两大家族各自挑选3块原石，挑出更多翡翠颜色者获胜。这一轮比赛的竟然是玉色，对于普通鉴宝师来说，鉴出原石里边有多少翡翠已经是难事了，想不到竟然要判断翡翠的颜色。徐大师，这一轮的难度可不小啊，但是如果赢了，3局2胜，咱们就直接赢了。放心，这场比赛不会再有第3局。按之前交代的做，去吧。包含颜色最多的翡翠，哎，这居然是块3色翡翠。周少，我选好了，走。谢徐大，你一块都没选好呢，该不会是怕了要认输吧？周少既然这么急着说，我自当遵从。3块石头，5种颜色，足够了。我的3块原石也选好了，先让你得意这一会儿。周少，如果我所料不错，这块原石是一块红翡翠。哎呦，是红翡翠哎！干得不错，谢徐大，要不要提前认输啊？还来得及。徐大师挑选的原石还没开呢，你能不能别狗叫了，听着就烦。臭女人，等我把你娶回去，侵吞了你官家的财产，再好好的收拾你。空的呀，可惜了，可惜了。这才是正常的赌石啊！就算台上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顶级原石，但想开出翡翠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怎么回事？周少，下一块保证出色，保证出色！又出颜色了。周家的鉴定师实力不错呀。周家开出红色、绿色2种颜色，接下来对官家的原石进行解石。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那块白翡翠。文兄，你们家请的鉴识师失手了。哎呀，也是，哪有人赌石能次次都中呢？不对，这应该是块白翡翠。臭小子，接受不了输的事实，想要耍赖是吗？徐大师，没关系，周家不过才开出了2种颜色，这轮咱们还有机会。马有失蹄，你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没事，我相信小浩后面肯定会赢回来的。我的雷霆之手怎么会出错？一定有问题。原来如此，玩这种卑鄙把戏。哎呀，又是空的，又是空的。看来这次是我周家要获胜了。你们就只剩1块原石了，不可能赢了。要不直接投降吧。周范，你做梦！徐大师，这次输了没关系，下局再赢回来。以徐大师连开10几块原石都出翡翠的功力，竟然连续2次失误，这不太可能啊！是有人对我选的原石动了手脚。什么？这第3块石头我亲自来解释。这第3块原石我亲自来解释。亲自解释？谢学大，你该不会失心疯了吧？就剩1块石头，亲自解释又能怎么样？看来他是怀疑周家私底下给他做了手脚啊。但台上就剩最后1块原石了，他上去又有什么用？难道他认为自己能开出来双色原石和周家打平吗？这种几率比开出帝王绿翡翠还要小啊！规则不限制解释人选，可以。小浩，
别逞强啊！放心吧，嫂子。哎，一边去！这姓徐的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就剩一块石头，再怎么折腾，还能翻了天不成？哎，有颜色！住手！还真出色，这让他切出色了！居然还真让他切出色来了。不过就算他开出来一种颜色又如何？他们只剩这一块原石，我们可是已经开出2种颜色了。以徐大师的眼力，前2块石头，周家肯定是动了手脚，真是卑鄙小人！天哪，又出颜色了！这一块原石居然切出2种颜色，居然是双色翡翠啊！是双色翡翠，太好了，这下就是平局了，我们依旧领先周家一举。太好了，小浩真厉害！双色翡翠，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废物，这下平局了，要是下一局再平局，我就杀了你！住手！那是，居然是3色翡翠，这怎么可能？居然不是双色翡翠，而是3色翡翠，已经没有下一局了，我已经彻底输了。3色翡翠虽然不如帝王绿翡翠值钱，但论稀少，甚至尤为过之啊！居然就这么被徐大师开出来了。赢了，我说过不会有第3局了，说到做到。3局2胜，我赢了！太好了，我赢了！这下终于不用交到周家了。徐大师，谢谢你。徐大师开出3色翡翠，这一局胜出者是关家，3局2胜。这次原石赌斗大会最终获胜者是关家。好，你个混账东西，你找的什么狗屁捡石师，连1局都赢不了。住手！这也不能怪我啊！谁能想到那个姓徐的能开出3色翡翠？是他太强了。你这个废物，事到如今还在找借口。不就是一场赌斗输了吗？不会是急眼了，不想履行赌约吧？那个原石矿场归你了。哼！爹，你等等我！徐大师的剑石技术真是神鬼莫测，连胜2局，取得碾压性胜利，真是让宁某大开眼界呀！我这都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徐大师，这次多亏你救我。这卡里呢是事先说好的3000万的出场费，还有那些开出来的原石，稍后都会送到你那。这么好，这些原石都给我了？当然了，徐大师，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这些翡翠价值不菲，总共加起来恐怕得有6-7千万，再加上3000万的出场费，我这一趟几乎赚了1个亿啊！关小姐，既然大会已经结束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徐大师，这是后天城西盛景拍卖行的 VIP 邀请函，听说有不少稀世古董，父亲说啊，让我姐和你一块儿去。行，我知道了。那就多谢了。拍卖稀世古董，嫂子的珍宝阁要重新开业的话，正缺一些可以撑门面的宝贝，拍卖会应该会有好货。徐大师，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只不过这拍卖会周家肯定也会去，你今天打了他们的脸，我担心他们可能会针对你。他们就是一群跳梁的小丑罢了。嫂子，今天挣了这么多，你打算怎么花？都是小浩你挣的，当然是你说了算。嫂子，要不我带你去买车买房吧，咱们不能老住酒店吧？古董店马上开业，其实店里也可以住。嫂子，条件允许，我想让你住得好一些，把事业跟生活分开。我想给你一个正式的家。都听小浩的。小浩，这里的房子看起来都很贵，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楼盘？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好家，这里环境好，配套齐全，就选这儿了。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好家，这里环境好，配套齐全，就选这儿了。2位随便看，我们这大平层最低800万，别墅3000万起。如果预算不够的话，可以去对面刚需盘。我们看看临湖别墅。哟，徐大班长，当年你可是班里最穷的，怎么来这儿做梦了？中彩票了？李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狗眼看人低。瞧你这身穷酸样，衣服加起来不超过500块，有本事现在订一套。现在订一套，给你这种出言不逊的人增加业绩吗？小浩，我们换一家看吧。喂，你好，帮我查询一下，
我有号7885的余额。徐浩先生，您的账户余额1亿8600万整，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18600万元，你当年连素菜都舍不得买，怎么可能这么有钱？徐先生，我叫米赏心，隔壁湖山1号有一套独栋别墅，精装修拎包入住，带花园泳池，5500万，比这便宜了300万，现在就能看房，满意的话当天就可以过户。米女士，您刚刚不是说把这个房子委托给我们出售的吗？不好意思，贵公司的员工素质实在不能让我放心的把房子委托给你们。蠢货，还不道歉？徐老班长，我错了，你就在我们这儿买吧，咱们都是老同学，我给你们申请最高的折扣，而且把最好的车位都留给你们2位。这个别墅我们再给你打9折，家电免费送，还免3年物业费，装修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免费改。不用了，我们买东西图安心，你们刚才的嘴脸我受不起。米女士，麻烦您带我们看一下房，如果房子好，我们全款过户。没问题，这边请。完了，一次性让我损失2个大客户，你被开除了，现在给我滚！这边请。小浩，咱们刚去买了车，现在又买别墅，这是不是花的有点太多了？嫂子，这些年你供我读书，吃的苦太多了，这些都是你该得的，安心住。这是……等等，米女士，这些石头我能看看吗？叫我米姐就行，这些石头你随便看。我先生在世时沉迷赌石，现在他去世了，我也不太懂这些，就打算每块20万处理了。小徐先生，你也懂这些啊？我恰好也从事玉石行业。这堆原石中有什么，能让我的雷霆之手有这么大反应？小浩，这些原石怎么样？这些原石皮革致密，翻砂均匀有力，都是一些高冰色料，只是也没什么特别的呀。等等，这块石头居然是红翡，里面还闪着金色的光，难道是罕见的金丝红翡？怎么回事？拿起这块石头，手上热热的，感觉有能量注入手中。我去，异能居然吸收了金丝红翡的能量升级了！只要触碰一个相互接触的物体，让电流穿过，就能全部透视。我去，这透视也太厉害了！小徐先生，你觉得怎么样？啊，非礼勿视，非礼勿视！米姐，这些原石20万一块，我全包了。小浩，虽然咱们珍宝阁要重新开业，确实是要采购一批玉石的，可是这原石一块20万，是不是有点太贵了？放心吧，嫂子，这些原石我都看过了，20万一块，咱们稳赚不赔。更何况这里面还有金丝红翡，这么一块估值高达7000万。两位商量的怎么样？如果不能一次付清的话，也可以分期付款。米姐，你的房子还有这些原石，我全包了，全款。好，那我们签一下合同，找时间过户一下。米姐，你这儿有切石机吗？当然，我先生生前沉迷赌石，我们这里有全套的切石设备。小徐先生，你现在就要切吗？没错。小浩，没想到除了你刚刚说的这块红翡之外，还能从这么多原石中开出这么多好料子。只是刚刚米赏心说要收这些料子，你怎么不卖？是想等咱们珍宝阁开起来之后再卖吗？嫂子，这些料子咱们要卖，虽然不是在咱们即将开业的珍宝阁卖，但是也算是在为咱们珍宝阁做准备。我要卖给顾有居。顾有居？你还记得顾有居咱们遇见的那位老先生吗？小兄弟，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在这店里买的所有古董，全部给你打8折。记得，咱们帮了那个老先生，他开口就说要给咱们打8折，看起来应该是个很有实力的老先生。没错，咱们的料子品质高，把这些料子卖给他，正好赚一个人情，好让他帮咱们珍宝阁选址。你这些玉石料都很好，你上次帮了我的忙。
我给你出个实价，500万，我全要了。老先生，我只要200万，剩下的300万，您帮我开个古董店，怎么样？当然可以了，小兄弟，以你的眼力，干我们这行最合适了。小兄弟，你感觉这店铺怎么样？啊，这间铺子位于古玩街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了。上一任老板是我的一位好友，签证够了，回去颐养天年去了。这个解石机和这个货柜呢，都是现成的，挂上你们珍宝阁的招牌，直接就可以营业了。洪老先生出手就是不一样，晚辈在这里多谢洪老先生了。看着你们年轻人为自己岁月打拼，我老头子也高兴。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老洪就行了。那多谢洪老了，我们现在就签合同。好。小浩，这就是白天在这里发现的那块金丝红翡啊，真漂亮。嫂子，你要是喜欢，到时候打出来首饰，给你留一套。我就不了吧，这也太贵重了，我太不合适了。当然合适了，嫂子适合这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小浩，嫂子，你先起来一下，我。小浩，你长大了，你觉得嫂子？嫂子，你说咱们这个红翡，倒是卖给谁呢？卖给官家，因为全市能完全买下这块金丝红翡的，就只有官家、周家2家。既然咱们得罪了周家，那就只能卖给官家。没错，正好官家也有宝石生意，到时候卖给官家，对于官家来说也是稳赚不赔。正好明天的拍卖会，我正好去找他。那我明天留在店里布置一下珍宝阁，准备一下开业事宜。好。嫂子，我就先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啊。顶级的金丝红翡，红线流动，与金丝交融，这料子太好了。不知道徐老板打算开价多少？8000万。行，成交。好，过去了。银行卡号7885，到账8000万。诗诗老板还真是爽快啊！我听说官家不只做玉石产业，旗下还有珠宝产业呢。希望诗诗老板这一次把这个金丝红翡做成首饰后，能够卖我一套。小意思，打好了，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啊，正好上次说的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徐先生和我一起过去吧。好啊。徐大师，你和关老板今天也来拍些宝贝？没错，宁大师。那位就是山本，是周家请来的日本鉴宝师，听说在日本很有名。周家请了他？怎么？难道宁大师也认识？可山本当年也拜在我师父门下，不过我师父门下见他是个外国人，就只是教了他一些表皮功夫，也只够糊弄糊弄外国人罢了，其实什么也不是。那既然如此，宁大师，今天咱们3个华夏人一起去会会他，请。请。周先生，徐浩到了。您放心，我保证他今天一件东西拿不到。今天第一件拍品是清代康熙年间青花缠枝连纹瓶，起拍价5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看来这场拍卖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大褂了。恭喜周家代表300万拍下，拍到第一件拍品清代康熙年间青花缠枝连纹瓶，第二件拍品是宋代的秋山问道图，起拍价1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
这个倒还可以，虽然价值30万，但起拍价才10万，可以试一试。10万，15万，30万，40万。山本先生出价40万，还有没有人要加价？这个周家太过分了，故意跟你作对。徐浩，你要是想要这幅画，我帮你拍。哎，别急。这幅画本身价值也不到40万，这个山本买回去肯定会亏钱的。放心吧，好戏啊还在后面呢。恭喜周家代表山本先生40万价格拍下秋山问道图。本场最后一件拍品，疑似明代仿原青花大罐，器型完整但釉色不均，起拍价1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万。这看着就是普通仿品，10万都贵。釉色这么差，肯定不是仿原代的。仿原代青花，釉色多鲜亮啊！徐先生，要不要试试？这破罐子刚好配你的身价。100万！徐大师，三思，这罐子不值100万。相信我。徐先生出100万，还有更高的吗？100万1次，100万2次，100万成交！恭喜徐先生100万拍下这件青花大罐。100万能买个仿品，看来这姓徐的，也没有周家说的这么厉害。徐先生，恕我直言，这确实是明代仿品，不值100万。徐先生，要我说，你就别硬撑了。你们华夏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哎，承认看走眼不丢人，对不对？哎呀，啊，这是元代青花苏麻离青骨料啊！隐藏纹路是元代官窑特有的暗刻龙纹，之前被土沁和氧化层盖住了，现在全都显露出来了。这是真品，是元代青花大罐，估值至少5000万。5000万啊！山本先生，我们华夏还有一句古话，叫“不与夏虫语冰，不与井蛙于海”。以你这弹丸之地的眼界来看，确实是很难看透什么才是真正的宝物。你滚吧，带着你这些破烂儿回周家复命去吧。哦，对了，别忘了跟他说，我这个瓶子可是100万买的，现在价值5000万。哼。徐老板，你太厉害了，这可是今天最有价值的东西。哈，运气，运气！珍宝阁终于有一件镇店之宝了。那要不要今天请客吃饭，一起庆祝一下？哦，我嫂子还在家忙珍宝阁开业的事情，今天就先不了。等过几天珍宝阁正式开业的时候，我一定请你跟宁先生吃一顿大餐。好，好啊。那我就等着徐老板邀请我了。珍宝阁开业，怎么了？又被许浩那小子耍了？不过是这小子运气好罢了。父亲，这个徐浩啊，3番2次和我们周家作对，你看要不要教训他一下？你都教训多少次了？成功了吗？哎，周家主，我在拍卖会上听徐浩说，有一个什么珍宝阁要开业。山本，你就是我儿子从外国请来的大师？是。外国人。古玩街开了一家青龙阁，是安城黑帮青龙帮的据点，也是你们外国人组建的？没错，
那就是我们青龙帮，老大叫龙二。凡是从外国来华夏参与古玩行业的，都要加入我们青龙帮。父亲的意思是，让山本去请青龙帮出马，解决徐浩。开店嘛，总要去拜拜码头。这里居然开了一家古董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好东西，走进去看看。请进。里面请。小浩，最近咱们店里生意，他们都只来看，也不买啊。嫂子，别着急嘛，这古董生意本来就是3年不开张的嘛。谁是老板？给我滚出来！也不打听打听这条街是谁的？拜过我们青龙帮的码头没有？我们这是正规的店铺，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保护费！这条街的规矩，新店开张先交500万保护费，不然，哼！你们干什么？你知道这古董值多少钱吗？它可是值100万。100万？我要的是500万。今天交不出来，就把你这破店砸个稀巴烂！你山本，怎么？你这拍卖会输了，敢上门挑衅了？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哼，什么上门挑衅啊？这本就是我们青龙帮的规矩。哼，徐先生，没想到还是个胡话使者。今天我可是带人来的，识相的赶紧掏钱，不然连你一起打！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青龙帮的规矩你也敢破？我的店，我的人，你们碰不起！装神弄鬼，兄弟们给我砸！我的手！滚出我的店！再敢来，废了你们！小浩，你没事吧？我没事，嫂子。以后他们再敢来，见一个打一个。帮主，你可得为我做主啊！那珍宝阁的老板太邪门了，徒手就能捏碎钢管，还会放电，兄弟们全被他打残了。徒手捏碎钢管？嘿，看来周家让我们解决的这小子不是个善茬呀。是啊，帮主，那小子还跟我们放狠话呢，说我们要是再敢去，就废了我们。这分明是没把咱们青龙帮给放在眼里啊！八嘎，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既然硬打打不过，那我龙二就亲自会会他，派人给他送信，明天中午咱们青龙阁请他来坐坐。哦，请问是徐浩先生吗？我们帮主龙二先生有幸，为了昨天的误会赔罪，特地设下宴席和解。和解？你们帮主倒是消息灵通。帮主说了，昨天是手下不懂事，冲撞了徐先生和蓝小姐，真心想弥补，还请务必赏光。地址在哪儿？青龙帮的古玩城青龙阁。小浩，会不会有诈？青龙帮的人怎么会这么好心？鸿门宴呢？蓝嫂子，咱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不然咱们这珍宝阁开不消停。小浩，这青龙阁的宝物好多啊！
这些年青龙阁不知道压榨了多少咱们安城的古董商，才有了现在的积蓄。徐先生、蓝小姐，两位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昨天的事真是对不住，来，快请进。哼，屏风后面有人，酒里放了迷药。徐先生，请坐。蓝小姐，这边请。昨天山本不懂规矩，我已经好好教训过他了。今天这桌酒，就当是赔罪酒。打算把我迷晕，然后再给我点教训吗？哼，真是可笑。昨天是我不对，我自罚3杯。龙二帮主倒是客气，不过和解2字，你不拿出点诚意吗？徐先生，我敬你一杯，为昨天的冒犯赔罪。小浩别喝。哼，龙二帮主都这么有诚意了，我怎么能不给面子？徐先生真是爽快，蓝小姐你也喝一杯。我不会喝酒。小浩，你怎么了？敬酒不吃吃罚酒，都给我出来！就这点伎俩，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哼！徐先生，饶命，我错了。徐先生，饶命，我错了，我不该设这个埋伏。错了？你以为只是埋伏这么简单吗？说，为什么偏偏针对我们珍宝阁？背后是不是有人指点？我说是周家。周家，果然是他们。小浩，别闹出人命。回去告诉周家，下次再耍花样，我不介意让他们周家永远消失。是，我一定转告，一定转告。既然龙二先生今天是要赔罪，没点表示怎么能行？我看你这店里宝贝倒是不少嘛。徐先生，您随便挑，随便挑。这个拿着。我的大明云龙宝月瓶，哎呀！哼，这个不值钱，算了。小浩，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蓝嫂子，你喜欢就拿。小浩，你这个特别衬你，嫂子。我25万的月影流光碧玉簪，哎，一会儿把东西送到珍宝阁，明天去把这些年你欺负过的古董商挨个上门道歉，每个人送上10万块钱，然后滚出中国，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是。帮主。就是说，这次青龙帮没能教训徐浩，反而还赔了几百万。是，我就知道那些日本人废物。虽然这个徐浩看上去很讨厌，但那些日本人更是无耻。虽然这次没能够教训徐浩，但是借徐浩之手惩击一下日本人也是不错。副将，听你意思，你还有后手？他们不是新开了一个珍宝阁吗？既然是开店，最怕的就是名声坏了。古人在网上说，他们卖的都是假货，再加上咱们古玩街的几个老合作商联合抵制他们珍宝阁的货，只要名声臭，
不仅顾客不愿意卖了，连供货商也不愿意供货。父亲英明，我倒要看看这个徐浩有什么办法。小浩，这几天店里一笔生意都没有，而且网上全是说咱们店铺里卖假货的帖子。咱们之前的供货商突然说断货了，说是接到通知，不准给我们供货。不用想，肯定是那个周帆搞的鬼。蓝小姐，我之前找你买的玉镯真的不会有问题吗？张姐，你放心，我们店里的都是正品，而且有鉴定证书。大家快来看，珍宝哥卖假货被揭穿，现在连供货商都断供了，还欺负老实人。就是，赶紧关门大吉吧，别在玉石界丢人现眼。你别冲动。小友，哼，顾有居的洪老，你怎么来了？这时候来我们珍宝阁，岂不是给你们顾有居坏了名声？徐浩小友，你帮过老夫，老夫自然是相信你。我这次来就是来告诉你，周家虽然是玉石界数一数二的大家，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怕他。一般的供应商迫于压力不敢给你供货，所以我建议你直接去找这里当地最大的玉石供应商鼎盛。没错，只要我们能跟最大的供应商鼎盛合作，那这店里的假货传言就自然不攻而破了。多谢洪老指点。走，嫂子，咱们这就去最大的玉石供货商鼎盛。这徐浩怕是撑不住了，周家联合了10家店铺抵制他，供货商也都被拿捏了。可惜了，之前还觉得他挺厉害的，没想到还是斗不过周家。抱歉，仓库谢绝参观，拿货请提前预约。这废料就拉去地摊上，低价卖给小商贩。等等，干什么？我找你们老板谈独家供货。哼，就你珍宝阁的老板，我们老板说了，绝不跟卖假货的合作。走吧。徐浩是吧？网上很有名的假货贩子，我们不和卖假货的合作。江老板，如果我能从你这车废料里面挑出比你主仓还好的原石，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实力？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合作？这废料车都是没人要的石头，能开出玉就不错了，还想比主仓好。不过，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我跟你赌，你只要在其中选出1块冰种以上的翡翠，我可以考虑给你供货。毕竟有这种眼力的人，也不可能卖假货。哼，1块不够，我要2块，而且必须是翡翠帝王绿。另外，我要鼎盛的优先供货权。好，我跟你赌。小浩，你别跟他赌这么大，这废料车怎么可能出现帝王绿呢？相信我。徐浩，你这是破罐子破摔了，想要靠运气翻身，我告诉你没用的。就这2块吧。这2块看着就是废料中的废料，哼，怕不是疯了？要我说，这就是自找死路。徐老板，你确定解这2块石头吗？解石可是要花钱的，解不出来，这钱也得你出。解吧，大家跟我一起见证。越多人见证越好，这样我们珍宝阁的口碑一定能尽快恢复。绿，帝王绿。这是极品帝王绿，
这2块至少估值800万，而且质地这么纯，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徐先生，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优先供货权我可以给你，鼎盛所有的好货我都给你，就连我也给你。小浩，开出了帝王绿，那我们珍宝阁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没错，刚刚叫醉婚的那2位，你们说呢？诸位，从今天开始，我珍宝阁就跟鼎盛正式建立合作，以后鼎盛的货都会优先给我珍宝阁。既然大家都信不过我珍宝阁，总不能信不过鼎盛吧？没错，刚才徐先生的能力，你我都有目共睹。我姜丽以鼎盛的名义为珍宝阁做担保，珍宝阁绝不可能卖假货。徐先生请进，我们里面详谈合作事宜。好。又失败了。那个徐浩实在是太诡异了，他和鼎盛达成了合作。鼎盛，他倒是找个好靠山。看来接下来的中缅玉石鉴赏大赛，他要代表鼎盛的江家出战，来争夺缅国新矿区的开采权。中缅玉石鉴赏大赛举办地点是在缅国吗？没错。接下来徐浩的事就不要管了，好好准备。这次我们周家也要参加这个鉴赏大赛，一定要赢得缅国新矿区的开采权。到时候到了缅国，杀了一个小小的徐浩，还不简单？10%的开采利润不够，我还要新矿区开采出来的1/3的原石。徐先生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既然是大会，我能保证100%赢下比赛。江小姐，我的能力你也是见过的。恐怕这件事我没有决定权限，需要上报给鼎盛真正的掌权人，我的爷爷。那是自然。若是江家老太爷不信任我的能力，我也可以亲自向他们展示。当然，那这件事我上报给爷爷，再给你答复。那江小姐，既然已经答应为我们珍宝阁供货了，那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去挑货了？当然，徐先生，这边请。刚刚用雷霆之手挑选的原石，虽然品相都很好，但极品翡翠竟然一块都没有，金丝红翡更是连个影子都没看到。本来还想来这安市最大的原石供货商找到一块金丝红翡，再给我的雷霆之手升下级呢。又是这种感觉，难道那里有金丝红翡？徐先生请留步，那片原石区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你不能去那里挑选原石。江老板，您这就不坦诚了。刚刚我在挑选料子的时候就发现，虽说这批料子开出来的水头颜色还算不错，但是您带我挑选的这片区域可是一个极品都没有，这个就是你跟我合作的态度？不是这样的，徐先生，这鼎盛真正的掌权人是我爷爷，他退位以后就把这鼎盛交给了我父亲和我二叔姜昆。我父亲去世以后，他的那部分就交给了我。你刚才要去的那片矿区是我二叔的，并不是我不想带你去，而是我也没有这个权限。看来你跟你的二叔关系不是很好。没错，我二叔一直不看好我能继承鼎盛的一部分，他一直都想掌控整个鼎盛。你刚才说我的那片区域没有好的料子，是因为他手下有一个很厉害的鉴识师叫独眼，独眼会优先挑选一些顶级的料子，他很厉害，我的人比不过他。独眼再厉害，还能厉害得过我这雷霆之手？那这样吧，江老板，咱们就进去不挑选，单纯进去参观参观，这样你二叔总不能说什么吧？当然。哟，这不是我的好侄女吗？怎么带2个外人来我这儿偷师？二叔，我只是带朋友来参观，桌子上新到的原石怎么没通知我？看来这金丝红翡就在这新到的原石当中。通知你？嘿，你看得懂吗？独眼，你说
咱们挑剩下的石头给他，他能挑出好货吗？老板说笑了，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见识的命，就算把帝王绿放他面前，他也当废石头给扔了。还有一些不相干的杂碎，也配进这原石区？哼！你说话别太过分。哟，这口气倒是不小嘛，想必是这剑石的本领很厉害。安城玉石界除了我独眼，没人敢称第一。既然这么厉害，那咱们就赌一场。好，你想怎么赌？那就赌剑石吧，3局2胜。咱们双方各在这批新到的原石里面挑出一块，解开后的原石质地优质为胜。跟我赌，你输得起吗？如果我们赢了，以后鼎盛新到的原石都由姜丽小姐优先挑选。如果我们输了，剩下鼎盛一半的股权我全交给二叔，从此退出鼎盛。姜小姐，好，就这么赌。侄女，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输了可别怨二叔啊。徐老板，我信你，要是输了，我愿赌服输。小浩，嫂子也相信的。第一局我先来。就是它了，表皮泛松花，打灯通透，里面至少是高冰种。我就选这块。这石头表面全是砂岩，一看就是废料。徐浩，你是来搞笑的？小浩，要不你再选选？没事，就它。高冰种翡翠，无裂无痕无杂质，估值300万。哎，该你了，看看你的废料能开出什么。玻璃种翡翠，完美无瑕，预估1000万。这怎么可能？居然挑得比我的石头还要好。呸，运气罢了。徐先生真是太厉害了。小浩，嫂子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第一局我赢了。第二局我们换个比法，蒙着眼，比手感。对，把眼睛用黑布蒙上，不用工具，全靠手感来选。去，拿黑布。没有工具，没有光线，看你还怎么选。刚刚雷霆之手感受到这批原石内有金丝红翡，只要摸到金丝红翡，就能感受到有热流进入我手中。蒙眼未能照样选中，这局我先来。有热流进入我的手掌，看来这块就是金丝红翡了。我就选这块。侄女，你还是主动认输吧。独眼一只眼睛瞎了之后，就很少用眼睛看原石了，基本上都是靠一双手摸出来了。你带着毛头小子来跟他比，肯定输。胜负还未定，二叔别忘了，上一局是我们赢了，这一局再赢的话，我们就彻底胜利了。小江老板，我相信小浩一定能赢得胜利的，就是不知道老江老板哪来的自信。就他了。黄金翡翠，种老肉细，这个是市场上的绝品呀！我看你拿什么赢我们？金丝红翡，极品金丝红翡啊！这个预估1个亿啊！这个成色的金丝红翡，10年才见一次啊！这2块都是极品，
这局就算平吧。没问题。那咱们第3局就各自选择一个带有裂痕的玉石，切开后裂痕越大且色料更完整的获胜。什么？在有狭裂的情况下，更要开出完整的肥料。但是，一般情况下，狭裂的情况是很难开出完整的玉石的。这局不仅考验原石的挑选，更考验切割手法。怎么不敢比了？刚刚金丝红翡的能量被吸收后，我的异能又升级了，可以吸收高品质原石的色料，使我的蓝色电流变成绿色，再将绿色电流注入到一块废料上，这块废料的内心就会转换成被吸收的那块高品质色料。即使表面瑕疵再大，只要我将吸收的绿色电流注入，内里也会是很完整的品质。有什么不敢的？比就是了。我就选这块。你这块裂纹贯穿全石，皮壳松散，根本连色都难出，还想开出完整的肥料，简直是痴人说梦。独眼选的这块玉石虽然有裂痕，但裂痕不大，更容易开出完整的玉石。小浩，要不你再选选？没事儿，嫂子，就它了。我自己来切。狭裂完美避开了玉肉。徐浩，我看你那块能出绿豆旋吧？徐浩先生，需要帮你切吗？不用，我也自己来。徐先生竟然开出了一整块完整的玉石，怎么样，老姜老板，独眼先生？小浩，我们赢了2局了。不，这不可能！独眼，你他妈怎么回事？他不是人，他的手能改变石头，裂缝那么大，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完整的翡翠？姜老板，愿赌服输，以后鼎盛新到的翡翠原石由姜丽小姐优先挑选。二叔，按照赌约，以后原石的挑选权归我了。算你们狠，我们走。哼。小浩，这次我们不仅帮了姜丽，也是帮了我们自己啊！只要让姜老板先调，到时候我们从鼎盛拿的料子品质都会越来越高的。徐老板，谢谢你。鼎盛想要聘请你，以后新原石到货，你帮我挑选，每次挑选完，你可以选择5块原石为报酬，大小品质不限，开出来之后呢，也可以优先出售给我。姜老板，你这简直是在送钱啊！徐先生帮了我这么多忙，这点感谢是应该的。这块金丝红翡和刚刚开出的那块玻璃种帝王绿，就送你了。这么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姜老板。以后鼎盛新到的翡翠原石，可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好的，徐老板，你提出的获得1/3新矿区原石的事情，我会尽快告诉爷爷，给你回复。行，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告辞了。你们听说了没？这鼎盛和珍宝阁达成了合作，这以后鼎盛的翡翠原石就都优先供给珍宝阁了。那这珍宝阁的翡翠原石肯定错不了，一会儿我要多开几块。小浩，自从咱们和鼎盛合作后，这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嫂子，你开心就好。对了，那个姜老爷子和姜小姐说你帮他们赢赌石大会，他们给咱们1/3新矿原石的事情，有消息了吗？哦，对了，那个姜老爷子和姜小姐说你帮他们赢赌石大会，他给咱们1/3新矿原石的事情，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应该是没能说服他们老爷子吧。那怎么办？既然新矿权是争来的，那咱们为什么不能自己争一争？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以珍宝阁的名义去参加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然后赢得比赛，咱们自己掌握矿区？我的确也这么想过，不过这只是下策，毕竟那缅国的玉石矿区可不是光有钱就能掌控的，那里各种势力盘根复杂，武力、金钱、人脉少一样都不行，所以咱们和江家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如果这玉石大会开始之前，这江家还没有回复的话，咱们也不能看着到嘴的肥肉飞了。好。米姐，你怎么来了？你好，小徐先生。来，小姐，你也是来买玉石的？我这次来是想委托小徐先生帮我挑选一件古董宝物的。我爷爷马上就要生日了，我想挑选一件古董作为生日礼物。你爷爷喜欢古玩字画？没错，可是古玩市场的水太深了，还需要小徐先生帮忙给长长眼。当然没问题，上次在米姐家捡漏了8000万的金丝红翡，帮他挑选一件礼物也是无可厚非。况且我有雷霆之手，可以查看古董价格，挑选一件古董礼物还不是轻轻松松。小浩，那你陪米姐去挑选礼物吧，今天店里人多，我就不去了。别啊，嫂子，这店里人多，有这些伙计呢，咱们一起去。正好，还可以把咱们珍宝阁和其他古玩店比一比。小浩说的有道理，走。3位贵客，随便看，我这店里的东西保真。这个是宋朝的汝窑碗，釉色温润，开片自然，可是我店里的镇店之宝。看着确实精致啊。老板，你这个碗可是假的。哎，小伙子，你可别胡说呀，我这碗有证书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汝窑开片呈蟹爪纹，你这个是人为制造的冰裂纹，而且这个釉色泛着贼光，是化学染料所致的天青色。你懂行啊？那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元代青花玉壶春瓶倒是真的，老板多少钱？这元代青花玉壶春瓶倒是真的，老板多少钱？一口价520万，看你懂行，不随便要。480万，现在成交。成交。小浩，你买这个干嘛？这个看起来并没有很出彩，不太适合送给米姐的爷爷贺寿啊。这个呀是给洪老的，上次多亏了他的指点，否则咱们也不会跟鼎盛合作。这个不是帮我买的？没错，我带你去一家更好的店，顾有居。好东西，正经的元代青花，画工是缠枝连纹，胎质细腻。你小子眼光真毒啊！洪老，上次珍宝阁遇难，多亏你指点去鼎盛，这个瓶子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是啊，洪老，多亏了您，我们珍宝阁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啊。第一次见洪老，就是因为上次鉴别假元青花，才能被洪老赏识。这次给你凑个真的。你有心了。对了，你们要给米老爷子选礼物。是啊，我爷爷马上就要生日了，想选一件合心意的礼物。哦，米老头的孙女就长这么大了。您认识我爷爷？当然了，当年我们3个可是被称为缅国3剑客。您认识我爷爷？当然了，当年我们3个可是被人称为缅国3剑客。3个？还有一个人是谁啊？小徐，你猜猜。莫非不是您上次让我去找的那家鼎盛的老板，姜丽的爷爷姜老太爷？我就知道，凭你的机灵劲儿啊，肯定能猜到。居然是姜老太爷！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给你找铺子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这间铺子位于古玩街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上一任老板呢，是我的一位好友，发大财回去颐养天年去了。这个解释机呢和这个货架呢都是现成的，挂上你们珍宝阁的招牌，直接就可以营业了。你说的那个老友就是江老太爷？对，你们和江家孙女的合作条件，江老爷子也跟我说了，他不同意没什么关系。等这次生日会，我再帮你劝劝他。小徐啊，你的实力我老洪是很认可的，相信你啊，肯定能赢下这次中冕玉石大赛。多谢洪老先生。至于米丫头啊，我这儿有件宝贝，你爷爷他见了保准喜欢。这青铜灯真别致，上面还有刻字。这是个老物件了，你爷爷一见呀就知道它的来历。这是个老物件，你爷爷一见就知道它的来历。多谢洪爷爷，只是您这宝贝我不能白要。那这卡里有1000万，你拿着，就当是我买了您这宝贝。那就当你孝敬我老人家了，那我就收下了。好。感谢你们帮我挑选礼物。欢迎2位后天来参加我爷爷生日宴会。不客气，希望你爷爷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徐先生，你的情况我已经告诉爷爷了，但他老人家做事谨慎，想要见见你再做决定。没关系，毕竟心矿合作事关重大。没问题，什么时候见？后天是米海镇老爷子的生日宴，我爷爷听说你也回去，想在米老的生日宴上见见你。不过我爷爷说了，虽然洪老极力推荐你，但他还是想要亲自试试你的实力。哼，乐意奉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老爷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爷爷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灯是从老洪那儿买来的吧？孙女儿啊，用心了。当年呀，在缅国矿洞，咱们仨靠着这盏灯躲了3天暴雨。你说这是保命灯，要好好收着，我怎么敢丢？还记得吗？当年呀，你非要把咱仨的名字刻在这灯的底座上，说以后啊，不管散到哪里，见灯如见人啊！你是徐浩吧？洪老头在我面前把你夸得神乎其神，说你见识的本事啊，堪比神仙眼啊！江老爷子过誉了，我只是运气好，能看懂些石头的门道罢了。江老爷子，小号鉴宝真的很厉害，上次我们从废石料里还开出过帝王绿呢。爷爷，江爷爷，你们想测试徐浩的能力，不如等宾客都走了之后，让徐浩试试大家送的贺礼，正好帮您甄别甄别，免得有人拿假货糊弄您。来人，把今天宾客送的贺礼放到中间桌上来。这是周家刚送的，周家人还说是什么高冰种翡翠，特意说大师看了，价值100万。小徐啊，你看看值多少？这块石头是糯种，不是高冰种，而且这里面有3道暗裂，还夹杂着黑色杂质。最多值5万，
周家是以次充好，怕是没有什么诚意。来人，把解尸机推过来。果然是糯种玉肉，上面还有3道暗裂，还嵌有黑色杂质。周家也太抠了，给米老太爷送这么次的货。听说上次周家还勾结外国人陷害你们珍宝阁，一开始还不信，不过就这做派，我看这传闻也是真的了。再看看这件，是我老战友送的，说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官窑瓷。米老爷子，这个是民国的仿品，您看这釉色，康熙青花釉色清亮，而这个偏暗发灰。再看这画工，康熙牡丹花瓣层次分明，而这个线条僵硬，像是描上去的。不过这仿的倒还算用心，值3万。不错，是民国仿品。这个老战友啊，也是上当了。哈哈哈哈哈！这是我从缅国带回来的原石，没有人能看透。你如果能够看对，金矿开发的事，我当场就能拍板。江老爷子，这是顶级的玻璃种帝王绿啊！之所以没有人会在意它，是因为外面还包裹着一层白雾，但这白雾下面一定是无裂无棉，而且质地清楚。来人，去把它切了。打开之后还散发着自然的荧光，价值啊至少2个亿。这种高品质的帝王绿，已经5年没有出现过了吧？好小子，真有本事啊！洪老头没骗我。新矿开发原石的1/3，还有10%的利润，都给你。多谢3位老前辈。爷爷，总听你们说什么缅国，您老3位在缅国有什么光辉事迹啊？我们3个当年在缅国呀，一开始就去矿山呀，去给人家缅国人当挖原矿的野木溪。后来我们越来越努力，然后一点点的团结缅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好，做大做强，终于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矿山呐。不错，当年老姜啊是负责鉴定玉石的工作，然后你呢是负责联络国人，给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我呢是周旋于卖家和买家之间，愣是闯出了我们自己的一片天地呀！徐浩，以后缅国那边不管有任何事情，尽管开口，我的雇佣兵团队在缅国地面上，没谁敢不给面子。太谢谢您了，米老爷子，有了您的帮助，我们去参加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的安全也有了保障。来人啊，上酒！来，我们敬徐浩一杯。当年我们3个在缅国闯天下，如今有了徐浩小辈，我们的情谊呀和事业都有延续。小徐啊，虽然我很认可你的实力，但是这次中缅玉石大会啊，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呐。参赛的来自于世界各地，所说那个地方位于中缅边境，其实啊还是缅国的地盘。你万一去了，一定要万分小心呐。多谢姜老前辈的叮嘱。这次来参加米老头的寿宴，我虽然没带我孙女姜丽来，但是我还要叮嘱你一句，中缅大会他一定会跟着你一起去。
路上你可要好好照顾啊。平安回来，我再给你加5%的开发利润。江老爷子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江小姐的。爷爷，我也想跟着一起去看一看。胡闹！你不许去！你对玉石一窍不通，在那边又处处都是真枪实弹，你以为在国内呢？不行。小浩，那我们都去了的话，那珍宝阁怎么办？别担心，嫂子，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了。徐大师，你和蓝小姐打算前往缅国参加中缅玉石鉴宝大赛吗？没错，我听关小姐的弟弟关清说，宁大师要到年末才港试，在此期间，我们珍宝阁想要聘请一位代理店长，直到我们从缅国回来为止。放心吧，徐大师，虽然我鉴别玉石的能力不如你，但是鉴别古董和管理店铺的能力还是有一手的。哈哈。宁师傅，这是珍宝阁的账本和保险金库的钥匙。此次缅国之行凶险难料，这珍宝阁就拜托您了。你们二位交给我，就放心吧。徐老板，这里就是江家的核心矿场。当年我爷爷和米老太爷联手打下这片地盘，米老的雇佣兵负责外围安保，而我们则负责开采原石。陈虎哥一直是这里的负责人，他跟了我们家30多年了。原来这就是原石被发掘的矿区啊！此次出行看来也没有白来。江老板，咱们这次出行的安全，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位陈虎哥吧？没错，陈虎哥在缅国的势力虽然不及这里的将军，但他在缅国的势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更重要的是，他是米江红3位爷在缅国的亲传弟子，绝对忠心可靠。大小姐，一路辛苦，矿场上下都等着你呢。你们就是代表江家来参加这次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的人吗？没错，我叫徐浩，这位是我的嫂子蓝菲菲。你好，虎哥。这么年轻能行吗？要我说呀，还不如让我去呢。跟我走吧。哎，你这人！啊，算了，小浩，咱们现在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遇事还是先忍一忍。没想到这陈虎还挺傲气。我知道，嫂子，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冲动的。不好意思啊，许老板、蓝小姐，在我们来之前，一直都是陈虎哥在管这个矿场，他有一些鉴识的本领。这次的中缅玉石鉴赏大赛，陈虎哥本来以为我爷爷会派他去的，再加上他一直都在缅国，警惕性比较高。第一次见到二位，有些不信任，有些失礼，我代他向二位说声抱歉。原来是抢人家饭碗啊，怪不得这敌意这么大。没关系，江老板，我和小浩都能理解。这毕竟缅国不像咱们国内，稍微行差踏错，那可能就危及生命了。虎哥谨慎也是应该的。是的，放心吧，江老板。既然我已经接下了江家的委任，就一定会帮江家赢下比赛的，不会因为心态问题而心生芥蒂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二位。这玉石鉴赏大会的第一局，要求的是每一位参赛者向大会提交一块完整的翡翠原石，开出来高品质的前30名，才有资格参加第2轮比试。徐老板，看看吧，我们江家高品质的原石都在这里，你准备选哪一块去参赛呢？怎么，徐老板没有高品质的原石吗？小浩，怎么样，一块都选不出来吗？这第3堆也不用看了，这3批原石根本就全是一些普通豆种。徐老板，你胡说什么呢？这些原石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都是我们江家矿场的最优质的原石，怎么可能都是豆种？陈虎哥，这是怎么回事？大小姐，这小子就是胡说，他走到几堆原石前就把手往上面一搭，就能看出这堆原石的品质吗？既不打光又不观察，大小姐，他的话你信吗？没错，许老板，陈虎哥说的有道理，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要不再仔细观察观察？江老板，小浩的本事你是见过的，既然小浩说这些都是豆种，那就一定错不了。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能切，矿场的高品质原石都在这儿了，你要是把它们都切了，我们拿什么去参加玉石鉴赏大赛的第1局？是啊，许老板，第1局比试的要求是未切开的完整的翡翠原石，切了这些原石，我们拿什么去参赛啊？首先，这批原石根本就不是高品质的翡翠原石，自然也不怕被切开。江老板，既然你们选择了我，就请相信我。来人，把解石机推过来。大小姐，我相信徐老板。
虎哥，既然这些原石是你亲自挑选的，那就麻烦虎哥在这3批中挑选几块你认为品质最好的交给我，我们一起切开见证一下。哼，你给我等着！这批翡翠原石好像真有什么问题。给，就这几块原石，你去切吧。江老板，虎哥，你们看看吧。怎么会这样？居然这些原石真的是斗种的翡翠？这怎么可能？这都是我亲自挑的，这都是玻璃种的呀！我相信虎哥挑选的原石一定是玻璃种的。你说什么？徐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小浩的意思是，这些原石都不是虎哥挑选的。还是嫂子懂我。我们刚到矿场的时候，江老板就和我们说过，虎哥是3位老先生的徒弟，是绝对的自己人。既然虎哥是3位老先生的徒弟，那么虎哥挑选的原石一定不会太差。3位老先生的人品，我徐浩知道，绝对不会交出大奸大恶之辈。所以虎哥是绝对不会挑选一些斗种放在我们面前以次充好来糊弄我们。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虎哥挑选的石头被调包了。没想到我刚才那样对徐老板，徐老板还如此相信我。可是这些石头的皮鞘看起来颗粒细小，结构紧实，不可能只有斗种啊。刚刚我手上电流划过这些翡翠原石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塑料味。这些翡翠原石上应该用了化学涂层伪装。虎哥，有打火机吗？啊。这些翡翠原石冒了好多黑烟，好刺鼻的味道。按理说，这个翡翠原石被烧了以后是不会冒黑烟的，更不会像是有这种塑料被烧的味道。而且这个翡翠原石的表皮上明显就是用树脂填充过的，所以才会一烧就变成这样。没错，虎哥，你挑选完这些翡翠原石后是由谁保管的呢？是一个缅国人，叫佐泰。本来呢，这个任务是交给咱们中国人华叔的。华叔呢，昨天恰巧有事儿，他就向我推荐了佐泰。他说这个佐泰是他干儿子。我看这个人年纪不大，又很得华叔信任，所以我就把这个看管的任务就交给他了。佐泰现在在哪里？陈虎哥，你带我们去找他。这个时间的话，应该是在采矿区。走。哎，虎哥，等一下！既然佐泰调包了这批翡翠原石，那么这么大一批原石肯定还在咱们矿区。那徐老板，那你的意思是不去找佐泰，先去找这批原石？没错，虎哥，这佐泰的年纪不大，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他不敢调换这么大一批翡翠原石。这样，咱们先不要打草惊蛇，先悄悄找到这批原石。等佐泰发现原石不见了，他一定不会声张，到时候他一定会先跟背后的人汇报，到时候咱们再顺藤摸瓜，把这背后之人一网打尽。徐老板说的有道理。好，就按徐老板说的做。那我们要怎么找到这批原石呢？交给我吧。之前雷霆之手升级后，只要触碰一个相互接触的物体，让电流穿过就能全部透视。那我现在只要将手放在地上，使用足够的电流覆盖整个矿区，就能透视整个矿区。只是这样，就算我能透视，也根本看不过来啊。虎哥，这佐泰经常去哪些地方？佐泰经常去的地方呢，无非就是工人的住宿区和采矿区。采矿区呢，人多，且常年有人把守，所以他在采矿区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应该是在工人的住宿区。好的，交给我吧。嫂子，你和江老板从中国赶过来，奔波1天了。虎哥，你带他们先去休息吧。找原石这项任务交给我吧。用雷霆之手透视，还是我一个人去找比较方便。好，小浩，你要小心啊。放心吧，嫂子。来人，带徐老板去工人的住宿区。大小姐，蓝小姐，我带你们去市里面的酒店吧。来缅国的华人都喜欢住那里。好。徐老板，到了，这就是工人住宿区。因为现在是大家上工时间，所以住宿区现在没什么人，需要我留下来帮你吗？不用了，你先走吧。嗯。没人，刚好方便我施展雷霆之手透视。这工人的住宅区还挺大。
就是那里。哎呀！哼，这些应该就是虎哥选的翡翠原石高货了。赶紧把这坑埋上，不然工人要回来了。这些就是我在左太床下找到的翡翠原石，我已经挑过了。这一块是这些原石中品相最好的一块。等后天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的第1局，咱们就拿出这一块，就一定能顺利晋级。我相信小浩选的石头一定不会差。我也相信徐老板选的石头。我也相信徐老板，不，徐兄弟。一开始呢，是我态度不好，我陈虎郑重向你道歉。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其实在你们来之前呢，洪老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跟我说你的能力是非常出众的，但是呢，我不相信，现在发现确实是我错了。哎呀，虎哥，你严重了。洪老向来抬爱晚辈，我这点本事哪称得上出众2字啊？你先前的顾虑再正常不过，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几天在缅国的安全就仰仗虎哥了。好兄弟，以后在缅国有什么事儿，就提我陈虎2字。这到时候左太回去一定会发现这些原石不见了，到时候他一定会找出背后指使他的人，咱们就在矿区门口蹲着，趁机抓到这背后之人。好。老板。二叔，二当家的，没想到幕后黑手居然是江老板的二叔江坤。我只接到江老指示，只是大小姐要过来了，没想到二当家也过来了。这次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爷爷只派了我和徐老板过来，二叔应该是自己偷偷过来的，并没有告诉爷爷。走吧，咱们也出去和二叔打个招呼。江老板，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啊！怎么，你是太想念自己的侄女儿，所以偷偷跟过来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是你出卖了我？不是啊，老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呢。我们本来就是代表江家来缅国参赛，我们出现在江家矿场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二叔你，我记得爷爷并没有让你来缅国吧？徐老板有句话倒是说对了，我确实是思念你啊，我的好侄女。我不但思念你，我还担心你。我担心这缅国这么乱，我的好侄女一不小心死在缅国了怎么办？那就不劳二当家的费心，我会保护好大小姐的。陈虎，你只是我家养的一条狗，在这狂吠什么？二当家的，请把嘴巴放干净点。你不敢杀我，你杀了我怎么给我爸交代？陈虎确实不会杀了你，但并不代表不会打残你。老江老板，我要是你，就趁自己没残废之前赶紧跑了。快跑吧，老板！你们给我等着！嫂子，那个虎哥说，一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来，所以就只订了这一间房。我现在去前台问问，看能不能再加开一家。小浩，没事儿，今晚咱们就在这儿挤挤就行。再说这几天来参加鉴赏大会的人那么多，肯定没房了。这样，
我睡里面，你睡外面，中间留到楚河汉界，这总行了吧？嫂子，我怕不方便吧？你怕什么？嫂子养你这么大，什么没见过？看你紧张的，喝点水，脸都红了。谢谢嫂子。你都是嫂子养大的，嫂子还能不信你？再说这异国他乡，有你在我身边睡，嫂子心里踏实。那嫂子，要不我还是睡地上吧？小浩，你要是不睡床，那嫂子也不睡床上。别啊，嫂子。那我睡。嫂子，你放心，我保证不越界。嫂子，你睡着了吗？还没。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剑士大会后天开始，明天我带你去城里逛一逛。好。关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蓝小姐，徐浩，太好了，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怎么了，诗诗？看你面色匆匆的，是发生什么了吗？我弟弟关清被这儿的一家赌石场骗走了。骗走了？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我和弟弟是代表关家来这儿参加中缅玉石鉴赏大赛的，第一局是需要交给赛方一块品质好的翡翠原石。本来我们从国内带了一块翡翠原石，没想到托运公司把我们的原石给弄丢了，所以我和弟弟就只好来这儿之后再选一块。我知道了，马上过去。姐，我朋友说附近赌石场出现了一块好料子，让我过去看看，说是迟了就没了。不行，缅国的赌石场鱼龙混杂，太危险了。可那块真好料子，说不定就能让我们家重新参加玉石鉴赏大赛。我去就回，一定小心。哎，关清，那现在是联系不上关清了吗？没错，但是我接到了周帆的电话，原来我们翡翠原石的失踪，还有关清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上好的翡翠原石，都是这个周帆搞的鬼。又是周帆，看来他应该是代表周家来参赛的。可他找你弟弟干什么？他想以此逼我嫁给他，另外想让我放弃关家的参赛名额，让给鼎盛的老板。鼎盛的老板难道是姜昆？周帆竟然和姜昆勾搭到一起了，他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那你打算怎么办？直接去找周帆吗？没错，周帆和我说他在青龙阁等着我。青龙阁，之前被小浩教训过的倭国帮派，看来龙儿被小浩从华夏赶走后，又来了缅国。他们应该不是被我赶走后才来的缅国。缅国形势复杂，没有长期的积累，很难建立起自己的势力。龙儿的青龙帮在缅国的据点应该早就存在了。在缅国，青龙帮只会比在国内更加猖狂，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就算如此，我们也要想办法帮诗诗救出他弟弟。没错，关小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弟弟的。谢谢你们。嫂子说的对，这缅国不比国内，形势复杂，真要打起来，那可都是真枪实弹。我们不能就这么贸然前往，我们倒是可以先去找一个人。谁？陈虎。虎哥，事情就是这样的。又是这个青龙帮。虎哥也知道青龙帮？当然，倭国人的帮会这些年在缅国也建立起了一些自己的势力，但是他们帮会最常干的就是在赌石上做局，将外来的人骗得倾家荡产，然后他们再把这些人卖到缅国电诈园区，说什么打工还债，实则这些人一踏进园区就永远回不来了。那我弟弟关清，求虎哥救救我弟弟。虎哥，你有什么办法能帮诗诗吗？办法倒是有，我肯定会帮。当年洪老就常教导我，在缅国，华夏人就应该帮助华夏人。掌管这一片区域的缅国将军叫戈昂温，这次的中缅玉石大会就是他举办的。我知道，戈昂温的母亲是华夏人，所以他对华夏人很友好。难道虎哥你有办法寻求戈昂温的帮助？没错，不过呢，我虽然在这也有势力，但是我不方便出手，因为我代表的是姜家。去年我曾在一次意外中救过戈昂温一命，他许诺若日后我遇到麻烦可以去找他，他会无偿帮助我一次。况且戈昂温早就想除掉在他地盘上撒野的青龙帮了。那我们
不如就这样。好啊，你们两个去把关兴带过来。龙哥，你的人，你来发令。徐浩，来到我的赌场，我们就赌几局，赌赢了你就把那个叫什么关清的给带走，输了，我想你也知道这的规矩，我不要钱，你人直接卖到缅国的电闸园区。这里毕竟还是戈昂温管辖的地区，龙二不敢随便杀了我，便只好想出和我赌一局的这种办法，要了我的命。你们怎么出尔反尔？我已经答应让出关家的比赛资格了，而且还答应和周帆走了，怎么还要徐浩和你们赌？那是周帆的条件，不是我龙二的。怎么，徐浩，你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说吧，怎么赌？既然来到了缅国，我们就按缅国的玩法。我听周帆说你擅长赌石，那我们今天就玩赌石。去，把后面的2堆翡翠原石搬过来。你我面前各有1堆翡翠原石，我们各自从中挑选一块，切开后看谁选的品质更高。龙二还真是演都不演了，他自己面前的堆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翡翠原石，随便摸一块开出来的品质都比我这儿高。我这堆翡翠原石全都是一堆歪瓜裂枣，随便在路边捡一块都比这个好。我就选这个，你呢？我选这个。你懂不懂规则？每个人只能选自己面前的石头。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懂。幸好之前升级让我能吸收翡翠的能量，注入到另一块翡翠原石中，不然肯定输定了。我选这块。哇，龙哥，冰种帝王绿！玻璃种帝王绿，徐浩开出了玻璃种帝王绿。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他妈是怎么拿的翡翠原石？老板，徐浩面前放的就是我们淘汰的翡翠原石，我们没有拿错。废话，你他妈被解雇了，给我滚！龙二，说话算话，把关清放了吧。慢着，我现在反悔了，今天你们一个人也别想离开。龙二，咱们不是说好不杀石狮吗？哼，我现在觉得你们中国人都很可恶。周帆，你只不过是在我这里寻求庇护的一条狗罢了。我高兴时就赏你一口饭，不高兴时随时可以杀了你，你又能说什么呢？龙哥，不是，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咱不能出尔反尔吧？哼，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第一个就是你，徐浩。龙二，在我的地盘不守我的规矩，你是找死吗？戈昂温将军，你怎么样啊？没有受伤吧？放心吧，嫂子，我没事儿。多亏了你及时把戈昂温将军带来。我是不是特意和你们青龙帮说过，中缅玉石鉴赏大赛期间都给我安分点儿？龙二，你拿我的话当放屁吗？不是这样的，将军，
在我的地盘上不听话，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多谢高文将军。不谢，鉴赏大赛期间，我会保护好每一位选手，包括刚刚溜掉的周凡。你们个人的恩怨，就等大赛后再解决。回去告诉陈虎，这间赌石场是他的了。动用武力，把龙2的人都驱逐出我的地盘。是。徐浩，谢谢你们。我要送我弟弟去医院。等回国了，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好。小浩，我们不走吗？等等，嫂子，这赌场里有好东西。刚刚龙2面前的翡翠原石堆里有一块金丝红翡。找到了。小浩，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嫂子，这是块金丝红翡。又是金丝红翡。异能又升级了。收。小浩，这桌上的原石怎么全都不见了？嫂子，其实这些原石都被我收起来了。我相信你也发现了，我这段时间鉴别石头的能力飞升，是因为我这双手有异能。一开始只是可以透视，但是只要我吸收这个金丝红翡的能量，我的异能就能升级。桌上的原石消失，是因为你刚刚吸收了那个金丝红翡的能量，把它们变没了？不是变没了，而是被我收起来了。这次的升级是我有一个空间，可以把翡翠和翡翠原石一起收进去。天哪，小浩，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嫂子，这龙2的赌石场还有很多高品质的原石，我可以把它们都收起来，到时候咱们带回国。怪不得之前你和江家保证剑士大赛一定能赢，原来是因为你有异能啊！对了，嫂子，咱们得赶紧抓紧速度了，不然要耽误了明天的剑士大赛。第一局比拼的是每位参赛选手送上来的翡翠原石按料切开后的品质，最后结果已经出来了。有请我们这次大会的举办人格昂温将军宣布结果。进入第2场比拼的是江家代表徐浩，周家代表姜昆，缅国代表。太好了，小浩，第2局我们赢了。太好了，小浩，第2局我们赢了。我就知道许老板一定没问题，只是没想到我二叔居然加入了周家的队伍。本来姜昆要的是我们关家的名额，不过龙2死了之后，他和周帆威胁我们关家的阴谋就告吹了，所以他最后代表的是周家参赛。不过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如果获得了矿权开产权，就各分一半。哼，那也得他们先赢了比赛再说。第2局比赛，现场有一堆粉碎原石，晋级的选手5分钟内挑选出3块，这3块中品质高且数量多的获胜。现在计时开始。徐老板这么快就选好了？轻轻松松，只要我把空间中品相最高的金丝红翡的能量注入进去，将我手中这3块豆种翡翠原石变成金丝红翡，就一定能赢得比赛。小浩，站在姜昆身边的那个人是谁？那个是姜昆选的剑石师，缅国人卡莱也很厉害。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投降吧。卡莱可是号称缅国透视眼的第一高手。什么东西在这乱叫？再厉害，还能有我们家小浩的透视眼厉害？关小姐，你没去挑选原石啊？我们已经齐全了。不过我想，这场大会的获胜已经是徐浩了。哼，你们走着瞧。 5分钟时间到，请
请各位选手把石头交给我们的解石师。5分钟时间到，请各位选手把石头交给我们的解石师。最后结果，周家3块玻璃种帝王绿，江家的翡翠原石居然开出了金丝红翡，还是3块。我宣布，这次获胜的是江家，新矿区5年的开采权归江家所有。啊！怎么可能？你不是说你找的这个鉴定师一定能赢吗？怎么回事啊？卡莱大师他选出3块玻璃种帝王绿，谁能想到这小子居然能选出3块金丝红翡？既然如此，那就谁也别想离开了。等我离开，我就引爆我装在这里的炸弹，他们里边的一个都别想活。哼！你们要去哪儿啊？比赛结束了，我们自然要离开。拿着你手里的炸弹引爆器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把他们给我拿下！别动！再往前一步，我就引爆这会场所有炸弹！哼！你埋的炸药早就被戈尔温将军派人给拆掉了。不可能！你们怎么会发现我的炸药？这个是江家第1局比赛的原石，放在那边的桌子上就行，一会儿会有解石师傅切石。看看其他参赛人选的翡翠原石怎么样？整个会场都有炸弹，得赶紧告诉戈尔温先生。你的炸弹早就被我的人拆除了，你敢在我戈昂温眼皮子底下放炸弹，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多谢徐浩先生提前告诉我埋藏的炸药。为了表达感谢，这2箱美金给你了。以后来缅国直接来找我戈昂温，我一定最高礼仪招待。能得到戈昂温将军的赏识，是我的荣幸。终于结束了。小浩，你说姜昆会怎么样？我想，这姜老爷子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他这唯一的儿子从戈昂温将军手里救出来。等姜昆回国，姜丽肯定都已经掌控鼎盛了。而且，我们还有鼎盛10%新矿区的利润，还有源源不断的翡翠原石出售，每天都有数不完的进账。小浩，谢谢你啊，让我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嫂子，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